OpenAI 在发布重磅的 GPT-5 之前，又来搅局了一个赛道——通用 AI Agent。People wanted a unified agent that could go off, use its own computer, and do real complex tasks for them. 但是效果嘛，据说有点不尽人意。感觉是他们为了看到市面上有很多通用 agent 的出现，想要占领市场而做的一个 move， 而不是说他们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外界猜测啊 ，GPT-5 即将发布 ，OpenAI 对于通用 Agent 的发布呢，就是想要占领市场，因为这是未来的流量入口。他们的流量一定会非常快速的下降。而它的入口变成了各个方向的 agent。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那这期视频呢，我们来聊聊 OpenAI 最近的一步大棋，推出通用 Agent， 正是抢占未来的流量入口。在 AI Agent 赛道当中啊，此前已经有 Manus 和 JetSpark。我们的采访嘉宾 Bill Zhu 所创办的 Poking AI 也刚发布新产品。那这个时候 OpenAI 的入局是否意味着这个赛道又将成为一个被巨头所吞噬的市场呢？答案是这次还真不一定。那这个视频啊，我们和嘉宾 Bill Zhu 以及硅谷101的特约研究员 Nathan Wen 一起聊聊通用 Agent 赛道的4大技术流派以及背后的代表公司们。同时呢，在可预期的未来，当通用 Agent 成为常态，网页流量迅速下降之际，新的巨头格局怎么变动？新的广告模式怎么被颠覆？以及哪一家 Agent 公司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呢？那首先我们来快速看看 OpenAI 的这场发布。在7月17号 ，OpenAI CEO Sam Altman 和4位研究员在直播中介绍了 OpenAI ChatGPT Agent。简单来说啊，你可以让 Agent 帮你完成任务，比如说婚礼缺双鞋，去电商平台直接订购，或者呢设计个宠物周边，然后直接下单去打印，或者呢查找信息之后直接生成 PPT 等等。那么这些任务的 demo 啊，看起来完成度都还挺高。那这背后呢是 OpenAI 此前推出的2个工具所驱动，分别是 Operator 和 Deep Research。Deep Research 呢是一个深入研究的分析工具，可以阅读大量的网页，然后生成深度的调研报告，主打一个搜索。而 Operator 之前呢是一款只开放给 GPT Pro 用户的浏览器 Agent 工具，可以去查看网页，同时为用户带来特定操作，主打一个执行。那 OpenAI 就表示啊，在这2样工具分别推出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用户用 Operator 写的提示词呢，经常很像会用 Deep Research 去做的任务，比如说旅行计划呀、行程预定等等。而 Deep Research 那边呢，用户们也在呼吁能增加，比如说去登录不同的网站、去访问受保护资源的能力。那么这就恰好是 Operator 所擅长的，所以呢 ，OpenAI 就决定将2个产品给融合起来，相当于打通了搜索与执行。也就是呢，通用 Agent 所需要的技能。而同时呢，这也决定了 OpenAI 做通用 AI 的底层路线是和目前市场上其他的产品呢有所区别的，也决定了它的优势和弊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目前通用 Agent 的4大技术派系。首先呢，就是以 OpenAI 为代表的浏览器为主 （browser-based） 的派系。那么第一个技术派系呢，就是所谓的 browser-based 浏览器为主的技术路线。之前 OpenAI 的 Operator 就专注于这个路线。这类智能体主要通过控制网页浏览器来工作。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视觉模型，让 AI 像人一样去网上搜索信息，点击链接，浏览网页，从而完成用户交代的任务。这种模式因为可以访问全网信息，所以通用性很强，几乎什么都能找。可以说是无所不能的。Browser 的意义是在于说，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网页和所有的互联网服务都可以在某个网页上面呈现，所以我只需要我的 agent 能够看到那个网页，去操作那个网页，我就可以完成我的任务。那 Browser 就用户可视化的可以看到这个 Browser-based agent 在页面上点些哪些地方，它可以一页一页的去看说 Browser 是不是跟人一样在操作这些网页。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它很慢，而且它的 token consumption 特别高。原因在于你去看一个网页要花，就等于把那个 HTML 的文件直接拉下来，然后可能还包一些 JavaScript 的一些 scripts， 然后你把它全部拉下来，然后就从0开始全部读一遍，就只为了操作一个网页。但是它确实是万能的。然而就像 Bill 说的啊，这个万能的路线有一个致命的大问题，就是慢。原因呢也很简单啊，因为浏览器为主的这个路线背后的技术呢，是 Agent 配合视觉模型去做所谓的 Screen Catch 屏幕截图，进而呢来进行图像识别，所以呢它注定要主页加载网页等待响应。这次我们也看到速度慢呢是不少人对这次 ChatGPT Agent 的一个不满之处，那很多任务呢都要耗费几十分钟才能
能够完成。因为 Deep Research 相对于市面上所有的产品来说，它还是相对比较慢的一个 research 产品，再加上 Operator 本身，我们也知道它的那个 benchmark 上面它速度也很慢，所以它把两者结合了以后，整体速度就更慢了。但是这个慢可能呢也会因为大模型的优化和算力的优化，在未来实现速度的提升，包括 OpenAI 的视觉模型和 browser 的点击能力，其实呢都是比市面上其他通用 agent 更强的，所以这个技术派系在之后呢还会有很大的优化空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第二个派系就是 Sandbox 虚拟机。那大家在看 agent 相关的报道和技术分析的时候， Sandbox 这个词呢经常会出现，它翻译过来叫做沙盒虚拟机。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小朋友在家里玩泥巴，如果他到处跑，可能会把泥巴弄得到处都是，对吧？还可能会打翻家具，甚至呢弄伤自己，这简直就是家长的噩梦。但是呢，如果你给他准备了一个沙盒，就是一个有边界专门让他玩泥巴的地方，他在里边怎么玩都可以，又安全又干净。那这个类比是不是还挺形象的？简单来说呢，在 AI agent 的应用当中，沙盒就是一个被限制和隔离的环境，被称之为虚拟机，让程序在里边运行，但是不会对主系统造成风险。AI 能在这台虚拟电脑里面随意打开浏览器上网，运行代码脚本、读取和保存文件等等，相当于是 AI 拿到了一个隔离的电脑，把任务当作人类一样拆解，然后在虚拟机里面上网、编程、完成所有的步骤。而因为是真正的计算机环境，所以呢 AI 可以执行非常复杂的操作流程，从网上获取信息到本地计算处理，一条龙自主完成。那其实虚拟机在做的一个事情，就相当于说，它在一个虚拟的搭建的 virtual machine 的这个环境中，是个 Linux 的这样的 base， 那它就可以去通过 Linux 的命令行去生成一些文件。所以说，虚拟机背后给我感觉更多是在调用模型写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根据你的需求，它可以帮你 generate 不同的这个 code， 然后只要你有一些编译器啊，或者一些库啊，可以把它整个这个程序给 rendering 出来，然后返回给用户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呈现成一个网页啊，或者是一个 PPT 啊，然后用户可以去理解或者更好去消费的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形式，那它就达到了最终完成用户的这个请求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虚拟机环境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运行任何的线下的就是 open source 的那种 package。但它的缺点就在于它很多情况下无法访问互联网，特别是那种需要 OAuth 的那种产品，比如说你要去登录你的 Facebook， 这些东西它都是肯定做不到的。所以呢，虚拟机为主的路线优点呢就是本地执行效率高，但是呢，因为 Sandbox 对外部服务的访问有限制，所以呢，与现实世界交互呢可能就不够灵活了。那么在这个路线的通用 agent 做得很好的就是我们之前视频所提到的 Manus 了。这家公司在今年4月融资7500万美元，估值近5亿美元。但是 Manus 并不是只有沙盒，它其实结合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基于浏览器 browser based 的技术流，只是呢将沙盒做了进一步的优化。Manus 的体验就是说，它尽可能用一个 sandbox 加上 browser 的环境来搭建一个几乎让人觉得万能的一个环境，但与此同时，它也被 browser 的能力所限制住。比如说你要去真的发个帖，它就做不到，因为它对于整个页面的 navigation 说我要去选择那个小的 button， 然后选择完了以后去上传一个图片，生成一个视频，各种各样的，这就很难。比如说你要去进一个 Google Sheets， 说我要把 Google Sheets 里面的某一个 cell 改成某一个格式，它也比较难，因为这个 attention 的 space 太小了。那 browser 就是它的一个 main limitation。第二个点就是它很慢，这个是 Manus 跟 ChatGPT agent 的一个通病。就因为你用了 browser， 所以它的速度就会非常非常慢，30多分钟做一个 task。可能它的总体优势可能在于它的那个 sandbox 的环境搭的可能要比 ChatGPT 要搭的更好一些。但我猜应该 Manus 在 sandbox 里面已经花了很多精力去 deploy 了，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小的优势吧。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第3个流派呢，就是大模型加虚拟机的流派了。第3种路线呢，强调大语言模型 LLM 本身结合一个沙盒，也就是封闭工具环境来完成任务。那和第2种路线对比来说呢，与其给 AI 整个开放电脑，还不如呢给它一套有限但是有效的工具箱和一个小型运行环境。第3种呢，就是 LLM 加 Sandbox 放一块的那种 agent， 它可能是 limit 一个大环境。JetSpark 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它并不给你完整的一个 Sandbox， 它这个例子里面连 browser 都没有。JetSpark 作为一个例子是，它有一个 LLM 作为主体的一个 reasoning 的过程，然后它写代码也是完全靠这个 LLM。它有一个 sandbox 让它去运行一些代码，去生成一些东西，然后再把它 render 出来。
它是 fully controlled， 就是说这个环境内部它无法说我现有去下载一个开源的 package，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临时去修改一张图片，这个任务如果在它原始的那个 package design 里面没有，它自己不会去说我去下载一个这个 package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种设计是 JetSpark 比如说是那种 Slide Agent、Sheets Agent， 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把它的那个可用的包裹给限制住，说我不再让用户去用更多的 package， 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工作流吧。在限制环境下用一个 LLM 做主体写代码，同时用一个小的那种环境去执行。这里Bill提到的一个典型公司就是 JetSpark， 那么这家公司目前呢是在 A 轮估值 5.3 亿美元，刚在2月份呢融资1亿美元。JetSpark 集成了多种不同规模的语言模型，以及呢80多个预先构建和测试好的工具。当有任务的时候呢，系统就会根据需求调用合适的模型来理解，并且直接用相应的 API 或者内置的工具去处理。比如说搜索信息、调用地图服务、查询数据库等等，而不依赖模拟完整浏览器或者操作系统。LLM 更像大脑中枢，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调度这些现成的能力，快速的产出结果。JetSpark 给我的印象比较突出的就是它会接很多第三方的这种 API。比如说，很多时候他会说，你只要把你LinkedIn 的这个访问的这个权限给到我，我可以通过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直接登录你 LinkedIn 的账户，然后帮你去生成一个 LinkedIn 的这个 post， 对吧？然后如果说你把你 GitHub 的就是大家写程序去做这个 version control 的一个账户给到我的话，那我可以直接帮你去在 GitHub 上去看你写的程序，改你写的程序，然后帮你执行一系列任务。然后包括它和谷歌的一系列，比如说 Google Sheets 啊、Google Slide 啊，它都可以去连。给我感觉它就很像把各式各样这个 workflow 都帮你 design 好，然后把你所需要的工具、所需要的接口都帮你放在那儿。但是它背后的这些整个的这个流程啊，这个 architecture 其实它很多时候是预先 design 好的。给我感觉就是说，它可能是相当于说把这些工作的这种工作流啊，这个任务啊，给细分到每一个场景中去，然后我具体到某个场景的时候，我再去用它这个一系列的整个工作流的这个 design， 那我去做这件事情肯定就是最 reliable 的，因为我已经限定了我这个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哈，以 JetSpark 为代表的 LLM Sandbox 技术流呢，相当于是标准化工作流，是设立了更封闭的环节，牺牲通用性去换取速度和稳定性，来让一部分的任务更快更靠谱。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Bill 所创办的 Pokey， 他们用的技术路线呢叫做 Workflow 加工具集成。那么这第4种方案本质上呢，是把预先设计好的流程和第三方的工具集成结合 AI 使用，可以把它想象成搭积木哈。这个开发者呢，先把完成某类任务需要的步骤都规划成一个个的节点，也就是工作流 workflow。那每个节点呢，可以调用不同应用或者 API， 也就是工具集成。AI 的作用呢，是在运行的时候根据用户的请求自动选择并且执行这些预设的流程，或者呢用自然语言帮你去填充参数。那举个例子啊 ，Zapier 平台上用户呢就可以设置一个自动化流程，一旦收到新的表单，就让 AI 读取内容、整理摘要，然后呢通过 Gmail 发送给相关人员。那么这里 AI 负责理解内容和写邮件，但是步骤也就是触发表单到发送邮件都是事先定好的。类似的 Pokey AI 强调通过强化学习来自动规划和调用工具。那么这样的技术路线优点呢是速度快、交付好，但是也被限制在了特定的任务当中，通用性就会差一些。所以我们最后会有我们自己的 Deep Research Agent 加上我们的 Execution Agent 放在一块儿，总体体验会有大幅提升，但是总体速度应该是市面上所有产品的4到10倍左右。为什么可以做到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如果不再需要用非常复杂的 Sandbox， 你也不再需要去用非常复杂的 Tool Calling，我们现在直接用第三方集成的 SDK 和工具，通过我们自己的 Tool Calling Foundation Model 去 call 这个 function 的话，整个速度是会大幅度提升的，就是没有了像 MCP 和现在市面上的这种在 Tool Calling 里面的巨长无比的 context 问题。所以它每次 Tool Call 的整个成本可能能够削减掉 50-60%，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上下文的 engineering， 使得整个的 cost 在市面上至少跟 OpenAI 的 ChatGPT Agent 跟 Mana 相比是个数量级的 difference， 跟像 Verticalize JetSpark 这样的可能是几倍的一个差距吧，在 token 使用上面。那我们确实是有劣势的，特别是跟 browser base 相比，我们并不是完全万能的。这个的优势呢，就在于说我可以
保证每一个服务的 deliverable 是非常 solid 的，因为就是第三方服务，比如 Facebook， 它就是 Facebook 给我们的 access， 它不会出错。但与此同时，它有它的限制，就是它不能做 do everything。那么结合以上的4种技术流派和对应的代表公司，我们来总结一下哈。浏览器为主呢，做的最好的是 OpenAI ChatGPT Agent， 然后呢 Sandbox 虚拟机做的最好的就是 Manus， 然后呢 LLM 加 Sandbox 代表公司呢是 Genspark， 那最后是工作流加工具集成，就是 Poke、Zapier 还有 Unipath 这些公司都是这个赛道的。那么可以看出来，目前通用性和速度及稳定性好像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必须要牺牲一个。ChatGPT Agent 和 Manus 呢是选择了前者，而 Genspark 和 Poke 呢是选择了后者。大家一开始都是想去做这种 General Agent 的，但是到最后大家体验是发现，他什么都想做，但是什么都做不精，什么都做不好，对吧？那这个时候大家背后的这些产品的迭代又会转到另一个方向，我怎么提高它的这个 reliability？ 那 workflow 或者是把这个问题做小，把这个场景变得更加专精，可能是这大家在当下探索的一个更加实际的一个方向。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能够把我吸引住的用户能够不断的留存下来，然后不断去持续付费。那这第二件事就是需要靠像类似的 workflow 啊，增加应用场景啊，让每个应用场景变得更加 reliable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才能把用户留住，而不是只是说一上来给大家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 demo 或者一个 MVP， 让大家觉得说General Agent 已经来临了，但大家实际去使用的时候又不是这样的情况。那如果真正达不到用户的这个要求的话，那很多人可能就直接会退订，或者说就离开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更多的这种 General Agent 的公司其实是在解决第二个问题，我怎么能够把用户给留住。那 workflow 加上更多的工具，然后 dedicated 的应用场景，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ath。那无论是什么技术路线啊，真正让大家用起来提高可靠性和留存率，加快交互速度，看起来呢是接下来通用 Agent 的共识方向。那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加细分的 Agent， 以及呢万能通用 Agent 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包括 To B 和 To C 的产品呢也会不同。所以呢，虽然目前 OpenAI 入局通用 Agent 赛道，但是这场仗呢看起来还有得打。但同时啊，这也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未来的发展共识，就是 Agent们不管是通用的还是专用的，将会代替人类成为访问互联网的主力军。Wired 杂志在7月底就发布了篇文章，说以后的互联网充斥的都将是所谓的 Ghost Clicks 幽灵光标，都是 Agent 们在与网页交互抓取信息，而这可能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变革和机会。也就是说，流量这个词呢将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都不是真人在点击网页了，而未来的流量入口呢将成为 Agent， 这个赛道呢也将会是下一场巨头之战的中心。当然啊，也不排除会有新的公司占据这个巨头的位置，而这个变化可能会来得比我们想象中更快。无法避免的是，我认为在接下来1到2年的时间内，大多数的门户网站，不管是 e-commerce 还是搜索还是视频网站还是各种各样方面的门户网站，他们的流量一定会非常快速的下降，而它的入口变成了各个方向的 agent。 这是为什么当时 Google 要推出这个 A2A 的这个协议，每一家公司都可能会有自己的 agent， 可能是 agent 跟 agent 之间的交互。那它如果能够占用这个协议的话，在 Gemini 里面完成这个协议的首先部署，那最后它就会是整个里面最大的赢家，因为它成为了 agent 的入口。 ChatGPT 也是一样， Cloud 也是一样。为什么他们要推出协议，也是他们想要占有这个 agent 入口的核心目的。而顺着这个新范式呢，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广告模式和信息模式呢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比如说硅谷101入了一个播客，但是大家都是免费听的，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面只是用了 YouTube 的广告，然后 YouTube 通过那个广告给你们分成，那未来可能是说我们需要去 access 你的这个播客本身，这个知识产权就是值价钱的。每一次通过调用也好，通过网页访问也好，去找到你们这个播客的那个时间，或者是得到你这个信息的那一刻，任何的 agent 方就要向你付款，你不再需要去担任那个广告流量的负责方，那个广告是由 agent 来完成。就是 agent 说，我得到了这个信息以后，我怎么去在整个工作流或者说在用户体验当中插入广告，那个 agent 就可以问说，我们现在得到了这个对比，你想要选哪一个 agent 去 start playing around with。 这个时候它就有一个 ranking 的机制在那儿，因为这个地方并没有 black and white 的 answer， 对吧？那它就有个 ranking 机制，它这个时候推荐哪个 agent 去 for the user to try， 它就可以向那个 agent 的公司去收钱了。所以广告在这个时候发生，
而支持每个 API 每一个第三方的插件的产品本身，或者说知识产权本身是可以直接收费的。所以对于创作者生态以及 SaaS 生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变好了，而不是变差了。你不再需要去在 Google 上面投广告，也不再需要去免费的把你的内容发给 YouTube 让他去帮你投放，而是有一个 agent 直接向你付费，通过他自己的广告机制去 cover 他自己的 cost。 我不觉得说你们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我也是很开心听到嘉宾说，作为这个内容生产者，当我们的观众不再是真人，变成了所谓的幽灵光标 agent 们，但是我们的内容还是极具价值的，并且这样的商业模式其实是更加友好的。但是呢，感觉还是有挺多技术限制需要去突破，以及呢很多协议要去达成共识。 Although thi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technology, there are new risks. People learned how to use the internet generally pretty safely, although of course there's still scammers and other attacks. People are going to need to learn to use AI agents, and society is going to need to learn to build up defenses against attacks on AI agents as well. So we're starting with a very robust system, lots of warnings. We will relax that over time as people get more comfortable with it, but we do want people to treat this as a new technology and a new risk surface and use all of the caution. But that said, we hope you'll love it. 而就在 ChatGPT Agent 发布的同一天 ，OpenAI 公布了一个数据，目前ChatGPT 每天收到的用户指令高达25亿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是年化9125亿次。如果把每一次的提问指令都等同于一次的搜索，那么 ChatGPT 目前已经占据谷歌年搜索量的18%，而这个数字呢，随着 AI Agent 的成熟落地，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快速增长，而新的流量入口之战已经打响。好，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硅谷101，我是陈倩。你们的留言、转发和点赞是支持我们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拜。